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增野玲子所著的《正因不如意，人生才有趣》这本书。当你能意识到那些痛苦的时光也有其意义时，看待人生的方式就会发生些许改变。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增野玲子关于正因人生无法如愿才有趣的思维方式。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4个部分：第一，期待他人的好意是不幸的根源；第二，因为有阴影，所以才有光；第三，人只有在痛苦之中才能发现真正的自我；第四，乐在其中，享受变化。首先是第一部分，期待他人的好意是不幸的根源。作者开门见山地指出，对他人的好意抱有期待，恰恰是不幸的开端。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基于一个简单却残酷的事实：期待就意味着交付信任，而信任一旦被放置于他人手中，就难免有落空的可能。期待越高，落差的幅度就越大，随之而来的失望、被背叛感甚至愤怒也会成倍增长。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感到不幸，很多时候并非因为别人对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对别人应该怎样对我的想象被现实击碎了。作者坦率地承认，自己已不再对他人抱有期待，但他强调，这并非因为自己修养高深、生来豁达，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太清楚期待落空的滋味，太厌恶那种因失望而陷入自我怜悯的状态。与其把自己的情绪交给不可控的他者，不如从一开始就切断这份依赖。奇怪的是，当他不再刻意期待别人的善意后，日子反而轻松了许多，不再患得患失，不再暗中衡量对方是否够意思，也不再因别人的冷淡而耿耿于怀。而且，作者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你不再强求别人的好意时，那些善意的举动反而会不期而至。也许是一个陌生人的随手相助，也许是朋友在你未曾开口时伸出援手。这种没有预设的好意，比那些被要求来的关心更让人感到温暖和珍贵。所以他的态度是不主动期待，但不拒绝真实降临的善意；不依赖他人，但永远感激那些额外的馈赠。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道理，作者举了一位赈灾中失去女儿的母亲的故事。东日本大地震后，那位母亲为了寻找被海啸卷走的女儿，竟然去考取了重型机械的驾照，只因为她相信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最快地翻动废墟，找到线索。2个月后，女儿的遗体被他人发现，但这位母亲没有停下，她继续驾驶着重机，参与搜寻其他失踪的孩子。这位母亲没有等待别人来拯救她的悲伤，也没有寄望于外部系统能给她完美的答案，她选择了用自己的双手去回应命运的无情。作者从这个故事中提炼出一层深意：我们所处的周遭环境永远不会给予任何人完全的满足，无论是天灾、他人还是社会体制，总有无法填补的缺口。如果我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有人会来帮我、国家会替我解决这类假设上，那么一旦这些指望落空，积攒下来的便只有怨气和无力感。更何况，这种等待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被动。因此，作者提出一个基本的生活态度：自己的尘土，自己拂去。这不是否定社会互助，也不是鼓吹孤军奋战。他明确表示，在现代社会中，国家会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身边也不乏善良热心的人。对这些帮助，我们应当心怀感激，并坦然接受。但这一切应建立在自我负责的基石之上，先把自己能做的事做到位，再接受他人的援手，而不是反过来，把别人当作出事的首要方案。更重要的是，自己动手去解决，哪怕结果不完美。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真实的人生况味。失败时，我们可以坦然地懊悔，去琢磨哪里做得不够；事成时，哪怕只是一点小进展，也能真心实意地欢呼雀跃。这些起伏的情绪，不是他人赐予的，而是自己参与创造出来的。相比之下，若始终依赖于别人的成全，即使获得了帮助，也缺少了一种我亲历过的扎实感。作者将这种亲力亲为的过程比喻成人生滋味的积累，就像熬汤一样，每一次尝试，每一回挫折，每一次小小的成功，都像是在锅中投入一片食材，慢慢的，汤底才会变得醇厚浓郁，
人生若只是一味的等待外界调配好的成品，便永远尝不出属于自己的独家风味。而当我们学会不再期待他人的好意作为人生理所当然的标配，反而把每一次意外之喜当作额外的赠礼，我们便从被动的等待者变成了主动的体验者。到那时，哪怕是失败和遗憾，也都将成为人生画卷上深浅不一的笔触，共同构成一幅完整的属于你自己的风景。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因为有阴影，所以才能看见光。作者写道，幸福并非要让别人理解的东西，而是自己能否感到幸福，并且能感受到多少幸福，也是一种人的才能。今天也能精神饱满的吃饭，有深爱的家人，即便房子狭小，但有暖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美食。要在这些日常中感受到幸福，或许需要一种质朴谦逊的心态吧。作者还指出，感受幸福的能力并非天生具备，而是靠自己培养出来的。环顾四周，有人看起来比自己幸福，也有人显得不幸。在这种情况下，对自己当下被赋予的幸福心怀感恩。看到生病的人，自然会意识到自己健康的可贵。作者在此也提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曾因严重的近视和白内障并发，险些失明。在几乎感觉不到光的过程中，他内心充满了强烈的恐惧。幸运的是手术成功，他重获了视力。那时，他忽然想画光，但怎么也画不出来。于是他问了一位擅长绘画的朋友的女儿，光要怎么画呢？对方回答，要画光，只能画影子，因为光本身是无法描绘的。作者说，这句话让他意识到，把影子画得浓重，光就显现出来了。通过凝视深深的阴影，才能懂得光的美丽。作者说，人生不也是如此吗？没有黑暗，就无法理解光。同样，幸福有时也是在知晓不幸之后才得以显现的。幸福本身平时很难真切感受到，但正是在经历不幸时，我们才会意识到啊，那时原来那么幸福，现在能这样活着，是多么值得感恩。当然，疾病、贫穷、痛苦的遭遇，若能避免，自然想避免；若能解决，也必须努力去解决。即便如此，作者仍然说，人既可以从幸福中学习，也可以从不幸中学习。疾病、失恋、公司倒闭、与父母不和、离婚、亲近之人的背叛，经历过这些痛苦的人，必定在某个地方获得了坚强与深度。有时，甚至那些本非所愿的经历，也会成为这个人独有的个性，最终化作一种沉静的光芒。接下来是第三部分，人只有在痛苦之中，才能发现真正的自我。作者在64岁那年，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意外，右脚踝骨折。对于一位向来独立、习惯于用自己的双脚丈量生活的人来说，这个打击起初是突如其来的。他不得不坐上轮椅，接受一段无法自由行动的时光。作者坦诚地写道，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真切地体会到，身体不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此之前，走路、蹲下、上下楼梯，这些动作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从不曾被刻意注意过。而一旦失去，他们的存在感才猛然凸显出来。有趣的是，作者并没有因此陷入自怜或抱怨。他说，那段时间他反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自己终于变得和常人一样了。这并非自嘲，而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因为他意识到，在此之前，自己一直拥有着许多理所当然的东西：健康的身体、顺畅的行动力，无需借助外力便能完成一切日常的能力。而这些东西，恰恰是世上无数人每天都必须面对缺失的。如今自己也体验了这种不便，反而让他觉得离普通人类的真实处境更近了一些。那种很有人情味的感觉，竟带着一种奇异的踏实。更让他感触深刻的是，在那段不便的日子里，许多人向他伸出了援手，有人推他散步，有人帮他拿东西，有人只是安静地陪他坐着，让他不再感到孤单。那些日常中或许被忽略的小小善意，在身体受限的时刻，变得格外清晰而温暖，深深烙印在心里。作者回顾这段经历时，甚至说，比起那个从未骨折的一路顺畅的人生，反倒是这段充满不方便的时光，让他觉得更有深度，更值得回味。由此，作者引出一个更深层的洞见：
人是复杂的存在，绝非仅由幸运与顺遂雕琢而成。恰恰相反，挫折、贫困、疾病，这些我们本能想要回避的东西，有时反而成为塑造人格的重要力量。当然，它并非在鼓吹苦难本身值得追求，更不是在否定治疗与改善的必要。能治好的病当然要治好，能避免的痛苦当然尽量避免。但它也提醒我们注意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正是在经历疾病、不便或失落之后，人们常常会意外地变得深厚起来。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谦逊的习得。作者指出，无论一个人多么自信满满，一旦被疾病或不自由击中，便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无力与局限，从而生出一种近乎本能的谦虚。而这种谦虚，在身体康健、事事顺遂的日子里，是极难靠自己主动养成的。它更像是一种被生活教会的东西，是通过亲身承受才真正内化于心的品质。而那些真正经历过重大打击却依然挺立的人，身上总会散发出一种从容与沉稳，那是在风平浪静的人生中永远无法速成的。作者进一步说，没有不幸的人生是不存在的，这是人生最公平的真相之一。因此，一种极为珍贵的才能，便是活用不幸的能力。骨折本身是人生的一部分，健康是人生，疾病是人生，甚至走向死亡的那一段路，也同样属于人生。失业、亲人生病、分离、背弃，这些我们绝不愿主动选择的结果，如果仅仅将它们当作纯粹的灾难来吞咽，那便等于彻底输给了厄运。但若能从中挖掘出哪怕一丝对自己成长有益的启示，那么这场劫难就不算白白经历。作者回顾自己的一生，也毫不避讳那些灰暗的段落。生长在充满家庭暴力的环境里，童年时遭遇战争，在空袭的恐惧中反复想着明天还能活着吗？成年后为写不出理想的作品而长期失眠，后来又经历眼病与骨折，这些若单独拿出来，每一件都称不上愉快的回忆。但作者却说，若没有他们，恐怕也不会有今天的自己。那些看似负面的经历，最终都成了构筑他人格的原材料。最后，作者留下一个极有分量的判断：那些我们不希望承受的试炼，确实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这不是空泛的心灵鸡汤，而是经过时间验证的真实。而人这一生，或许只有在真正踏入痛苦、穿越痛苦之后，才能遇见那个被日常遮盖着的更真实也更坚韧的自我。因为在顺境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自己想看到的样子；只有在困境中，我们才不得不剥去一切伪装，直面那个毫无修饰的赤裸的自己。而那个自己，或许笨拙脆弱，却也因此更加真实，更加值得被接纳。好事与坏事本是一体两面，换言之，即使在悲惨之中，也依然留有笑与希望。人生下一瞬间会发生什么，无人知晓。人只有在痛苦之中，才能发现真正的自我。最后是第四部分，乐在其中，享受变化。这世间何时发生何事，无人知晓。同样，随着时代前进，什么会如何变化，也无从预知。作者引用犹太人的谚语“永远站在未知事物面前”来阐述这一点。200年前，我们的生活里没有电视、电话、铁路、飞机，这些东西后来才出现。而今后又会出现什么，谁也不知道。也就是说，我们始终处于无法想象的未知面前。人生的每一刻都是未完成的，绝不存在这样就完成了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不知道答案的事情数不胜数，即便认为这是对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可能出现不同的答案。即使是世界级的大学者，若追溯科学史，也会发现许多与现今不同的结论曾被提出。作者说，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有新的发现，时常会感叹自己原来这么无知。随着年岁增长，这种感受越来越多，但他丝毫不觉得讨厌，反而感到舒适，因此才不会无聊吧。作者还提到，许多朋友都超过了80岁，彼此会开玩笑说你脑子过时了。虽然确实已经过时，但只要有承认世界在不断变化的姿态就好。若能如此，就能把变化本身当作一种乐趣。作者还写道，似乎不论年龄，有些人只是为不幸和厄运而悲伤，而有些人则拥有从中品出趣味的才能。例如，
工资意外下降，或被人背叛。即使面对这些单纯的不幸，如果能仔细观察其中产生的人性纠葛和周围的变化，心想哦，原来还会这样啊，并感到有趣，若能如此，人生就会变得 wonderful。作者解释说，这里的 wonderful 并非仅仅指精彩、美好，而是 full of wonder， 即充满惊奇之意。作者说，人生之所以精彩，并非因为事物都按预期推进，恰恰相反，是因为充满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因此，即便是不曾预料的事，若事后能发现它也有着某种意义，那么这个人就是可以说人生真精彩的成功者。总而言之，作者在这本书中并非在宣扬苦难本身值得赞美，而是在提醒我们人生的乐趣与深度，恰恰蕴藏于那些无法预料、无法掌控的起伏之中。不把期待寄托于他人，才能收获意外的善意；不回避阴影，才能看见光的珍贵；不畏惧痛苦，才能触碰到真实的自我；不抗拒变化，才能始终对世界保持惊奇。生活不会永远如愿，但正因如此，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回意料之外的馈赠，都成了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当我们学会在不幸中寻找意义，在未知面前保持好奇，那么无论顺境逆境，我们都能活出属于自己的厚度与从容。愿你我都能拥有这样一份智慧，既然人生无法全然如愿，不如就把它当作一场充满惊喜的旅程，坦然前行，并乐在其中。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